在湖南一座海拔近600米的大山深处，有几栋房屋矗立其间，一条长达近3公里、蜿蜒盘旋的碎石泥巴路直通屋前。我们一路前行，除了春暖花开、万物复苏以及废弃的房屋，居然没有遇到一个人。莫非这里是一个无人村吗？沿途的几处墓地离房屋的直线距离不到10米，让人毛骨悚然。当我们抵达房屋门前，居然发现了2只鹅、1只鸡。虽然临近中午，奇怪的是，我们却没有看到房屋主人的身影。幸运的是，我们到达最后一栋房屋的门前时，遇到了一位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叔叔。他热情地与我们攀谈。他告诉我们，他12岁就离开了这里，但是他仍然还是割舍不下这片故土。3年前，在原来的宅基地上盖了一栋新房子，一年偶尔回来住几次。他在这里养蜂酿蜜，挖冬笋，采摘野生的茶籽。从这位叔叔的口中得知，这个村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现在就跟随我们的镜头，看看这座100年古村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兰，祝大家朝朝有愿，岁岁安兰。现在我来到了湖南的一座大山里，刚刚我们用无人机探寻了一下，发现在我身后的这座大山深处，有几栋房子。难道以前这里是古村落吗？所以现在就让我们徒步前往，去一探究竟吧。嗨，大家好。今天天气特别好，然后呢，我今天开车一路弯弯绕绕降到这个大山的里面。在这个位置呢，我刚刚用无人机看看，山里面都还有房子。奇怪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一段泥巴路，所以在这个山里面，对这种房子知道一些住人，现在就是不清楚了。因为今天的风还比较大，我们现在也不能靠得太近。那我们现在就是步行前往因为我们的车子呢是小车，跟这个泥巴路而且是凹凸不平，越野车市区车或者是像比较高的车，压对一些泥巴，然后这个山里去。前段时间阴雨绵绵，就在这里都好的。从目前这个电线杆的底下来看，这里面应该是有人住的，而且它的电线拉的都是3相电，而不是普通的民用电线。不管怎么样，你先进去看一看。2个月后，桃花盛开，油菜花，还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果树，基本上都要开始开花结果了。现在的话是中午12点的样子。为什么我们要这个时间过来？安娜，你知道什么原因吗？不知道。因为我们选择这个时间来，如果山里面要是有人住，现在干嘛呀？他们会
会吃饭。然后如果他们是在外面砍树的话，也会这个时候回来。对的，所以我们就只有这个时间段，看看能不能够遇到这个山里面。如果这个时间段在山里面还没有人，就意味着在山里面刚刚无人机看到的那些，那么就应该是废掉了，因为从之前的一路行动变成无人车。哇，前几天下过雨，这里的泥巴路都变成稀泥巴路。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啊，尤其是在一些山里面啊，虽然有无人机看得到，有3、5栋房，甚至有7、8栋房，但是一旦走进去看了，它就是一个无人村了。现在的玉兰树已经开花了。看，这就是枇杷树。枇杷树，再等了3个月，这个枇杷树要结非常非常多的枇杷。这里这里像是个水塔。是的，一个水塔。它要还在使用。哇哦，前面是什么花在盛开呀？去看一看。啊，这个长得好像樱花耶。樱花吗？长得很像。我们拉近来看一下。哇，这不是樱花，这是桃树。桃树。好多蜜蜂开始出来采蜜了。这是桃子树。那它会结桃子吗？应该会结。我们现在种了有20分钟的样子，一路走过来，目前还没有碰到骑摩托、骑3轮车的人。无人机飞过去以后，我们测了一下距离，大概有3公里的路。这里一条岔路，左边呢更不好走了，完全是泥巴路了。我们也是电线杆走吧。而且那边好像还在施工嘞。住在这个山里面的人啊，说实话，还真的挺不方便，因为这个路非常难走。这里也有花开了。这是什么花？也是桃花吗？不是，就是普通的野花吧。好香。还有它哇，前面有一栋房子。上面还装了锅。对，看电视的卫星锅。像以前这么一个小的面积，可以冻水的。庄稼的地方啊，就利用起来啊。因为住在山里面，不想方设法开垦田地，一家的口粮问题没有着落啊。对面这个山前肯定是种经济作物的，像红薯啊、花生啊，或者玉米之类的。现在种茶树。现在就种茶树了呀。因为现在的茶籽油卖的好贵。这里有别人家的祖坟，万年就葬到这个房子的前面。所以这栋房子的主人没知道这些可能跟这万年起义或多或少一点点关系了。不说是有人住到这里，还是瘆得慌。这个坟
离房子的直线距离就超过20。这里以前好像还经过水道吧？嗯，这是个水塘，还得这个水道。很好奇，它这是怎么下去？从那边吗？嗯，看以前这里是谁去挖的一条公路吗？这儿还长了一棵蘑菇。哦，蘑菇吗？对哦，是的，小心有毒。现在是刚长出来，嗯，伞盖好大呀。你先看看现在哇，这个房子看起来应该刚住的有10年左右。都是电子。那个房子低价，应该这个就是报废。上面看不出时间，里面都还有一个马蜂扎的窝，在这个电表箱里面。什么东西啊？电表箱里面就有个马蜂窝呀。哦，那应该荒废的比较久了吧？嗯，应该就10年左右吧。因为这电表箱，应该都是新的，这一片以前应该是菜地了，这面应该是养山羊，搭了山羊草地。它这个房子的视野还挺不错的，站在这个位置，一览这个山小，前面的那些山呢，都能够一览无余。这个房子后面呢，还是这座大山，这个山的高度啊，海拔的话接近有400多米高了。这栋房子一不是屋，采光都会非常好。夏天呢，当然也会很热。你看门口这户人家买了好多木材过冬用的，但是现在都已经没人用了，就放在这门口了。再等个3、5年，这些木材全部没用了，全部会被白米输完，变成粉末了。好吧，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栋房子，没有住人，上面这2个卫星锅呢，都看上去都还可以使用，只不过退出了2楼了。这也是一棵桃子树，这个桃子树还没有开花，再等个1个半月，这个桃子树是会显示出桃花盛开的景象了。给现在看看这个样子，有废弃的2口大水缸。这棵树看上去就有一定的年龄了，不知道是听说的什么树。我要去看看。这是大树下好乘凉啊，这个树应该有100来年吧，甚至可能上千年。有一些树啊，它生长很缓慢的时候，像长得这么大就有1000多年，像有些树长得快呢，可能40、50年就能长这么大。就比如说樟树。嗯，看见没？太安静，除了鸟的叫声，这就是风声。不过今天出来啊，有一个好处是什么？不冷不热，来来，而且还可以看到一些花儿的盛开，风景还是挺不错的。哎，对啊，我在这个位置，看看，这边又是桃花，对不对？是的，所以去天出来郊游真的很不错。而且这条路啊，一看就是后期前期通过挖掘机挖开的。对面是一个基点，而正对面呢，我们现在就看到了
2栋房子，也就是我们无人机看到的房子。有一栋新的，还有一栋很大的那种，应该比较古老的泥土房。哎，对了，但是我无人机看到的应该不止这2栋房屋，可能拐弯处还有2栋房。这个山体到下面山谷的垂直高度大概有70米、70-80米高，就từ山底到山脚下的嘛。我们现在离房子的现地大概是200米，但是如果我们弯弯绕绕要转过去，还得也只有5公里，因为要围着这个山打转，转过去。哇，这些头洞都没有人打起来。目前看起来以下是我的住，都没看到生火做饭的人，但拔多了。这啥好吃？因为树啊，挖翻来。哦，这里还有，这里应该废弃了。哎，这个房子废弃了。这样看起来，这个泥土房应该是有60年。前面看到什么了吗？2只白鹅，还有一只母鸡。对黑色的母鸡。这样看来，这里还是有人经常到这里来，可能是以前住在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啊、原村民啊，所以经常回来。这个鹅安静的，不叫不闹。有鹅不能够防守难坏吃鸡。是的，鹅它的地位堪比以前的大黄狗。这也是一个鱼狗房，这个鱼狗房以前应该是做养殖的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设计。这个鱼狗房的瓦片啊，做一定的翻修。其实这马路边这几个位置，大家认为是什么？就是以前原村的祖坟，就在马路边上。这里应该有3个祖先埋在这里的，3位到4位。如果是晚上，不知道估计谁的里边不大对对对，一眼看不知道这是祖坟，你上面都没看到墓碑。看，我们现在再要绕过去，就是又要连着这山再打转过去。是得要走那边这么远。这里转过去又要多走接近700-800米那个距离才转过去。哎，我好像看到有人，看到了吗？哦，确实。对不对？那里是有一个人的。嗯，啊，今天运气不错，到中午的时间，基本上很难追得到那个里面的亲人，因为他们不是去山里面砍伐树啊、采水果子啊，就是去街上赶集。对了，所以下雨天啊、阴天了，就会说在家里。但是我们下雨天也不会来。嗯，我这都有好多这种碎石头。这个路面不做修的话，没办法骑摩托车啊，没办法开车进来呀。
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信号哈。有一丁点信号，看看。都没有信号。中国移动、中国联通都没有信号。电信的信号，这个位置，坐在这里面的人，这边啥事电话都关了。是的。哦，看到了。这里是绿色民主房。那旁边呢，用红绢修的那个还有这样看起来应该是养猪的，或者是养羊的。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猪养肥了，羊养肥了，就赶到车里面了，屠宰呀。车就到了这个位置啊，这个车厢。然后把猪赶到这里，之后再哄它上车。哦。我这里可以养好了，现在还有养是吗？我就说为什么要搞一个这么宽像滑滑梯一样的东西？没有养了，废弃了，这里是个养猪场。好吧，走吧。因为现在的物价特别差劲，这烧到不想多少钱？现在这个时间也不久。这里还有蜜蜂在这里进进出出的采蜜。这里天枪，这边也有。是的。但是中间这个废弃了。看看这分箱肯定就没有那么多。目前看起来没有马蜂。这个房子，这其实应该被放对。是一栋一楼房，但是上面一直在渗水，所以这个房子啊，应该坚持不了多久。在后面的大河，除非是上面新的瓦片，外加这个把这个里头外墙啊做一些加固，这个房子再撑个10-20年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任其发展，这个一楼房应该发展你想好大的分析。好吧，我们目的在这个房子下面。这个鱼圈房应该也是做养殖业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是新盖的一栋房啊。整个这个村落，你好，你这是准备搞嫁接啊？我带我小孩子出来郊游一下，晚上出来玩一玩。那个叔叔啊，这房子你的？哇，你这房子修起来，看上去没修多久哎，有2年吗？差不多。与这位村民打完招呼以后啊，他不让我们录视频，所以呢，现在啊，我只能够口述一下关于这个村落的一些相关情况。这位村民呢姓刘，年龄比我稍小，所以我在这里称呼他为刘兄弟。这位刘兄弟告诉我们呢，这个村落
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他的祖先就一直生活在这里。这栋房子呢，是他前2年花了几万块钱，在他原有的这个屋场上面修了一栋房子。在平常的时候啊，比如春暖花开的时候啊，飞到这边来，挖一些灯笋呐，冬天的时候呢，摘一些茶籽。这是它的一个落脚点。整个这个村落，以前它现在所处的位置啊，以前也只有10来户。但是呢，这个村落的历史还是比较悠久的。目前整个村落基本上没有人住了。在镜头里面呢，我们还能够看到养了2只鹅，1只鸡。这个村落呢，基本上啊，可以把它叫做无人村了。通过与这位刘兄弟的交谈中得知，他是一位非常勤劳的一位兄弟。他通过自学学了一些嫁接的技术。今天他过来呢，就是对于一些板栗树啊、梨子树啊，还有一些经济果树啊，做一些嫁接，希望啊将来有一个更好的收成。我们之前沿路看到的这些电线啊，都是近几年重新铺设过来的，是因为以前原有的村民要到这个山里面呢，养猪做养殖业，所以向电力局进行申请，就为了他们这2户人家拉通了3箱电。但是这个路面呢，就没办法去做更加好的优化了，只能够保持这种简易的泥头路面了。以前整个这个村落生活的人呢，不超过70人，然后随着这个城市化呀、改革开放啊，很多住在大山里面的村民啊，就陆陆续续的都搬到附近的城镇里面去生活了，尤其是小孩子的学业问题、教育问题。这位刘兄弟啊，还告诉我们，这个村落啊，在2000年左右，基本上就处于一个废弃的状态。本身这个村落住的人就不多，再加上啊，年轻的一辈啊，基本上都出去了，所以呢，导致这个村落啊，就显得比较安静。再一个呢，这位刘兄弟他12岁就离开了这里，所以整个这个村落的具体情况啊，他也了解的不是特别多。另外他告诉我呢，这里有一位老人家，大概有60、70岁的人，在这里做养殖业。但是今天不巧，我们没有遇到这位养殖的这位叔叔。不管怎么样呢，今天我们的运气啊，还算是不错，最起码能够遇到了以前生活在这里的村民，出生在这里的村民。或多或少我们能够从他的口中对这个村落啊，了解一些相关的历史。通过与这位刘兄弟的交谈呢，我们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比如我们在路上看到的像是桃花树的，但是实际上它是中国的樱桃树，而且是野生的樱桃树。到农历的4月底左右，这个樱桃树啊，果实就成熟了。但是他告诉我啊，这些野生的樱桃啊，是酸的，是苦的，只有稍微有一丁点甜味，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呢，他也告诉了我关于如何去养蜜蜂。他有10多年的经验了，对蜜蜂这块的知识啊，经验是非常的老道。所以我们到大山里面来，不管是
做旅派也好，还是来跟村民做一些交谈也好，或多或少我们都能够学到一些经验，学到一些知识。因为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知识面，都有不同的闪光点，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希望能够接触到人生百态，学到不同的知识，学到不同的本领，这样子呢，能够开阔我们的眼界。好了，经过接近1个小时的徒步旅行，再加上40分钟与这位刘兄弟的沟通啊，我们算是对今天这个大山里面的这几栋房子啊，有了一定的了解。刚才那位刘叔叔不仅给我们讲了关于养蜜蜂的知识，还告诉我们在半路上的那棵看似桃花却又不是桃花的树，它其实是一棵野生的樱桃树，而且在这座山里还有许多这样的樱桃树。没想到啊，看似普通的村落，其实竟然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好了，今天的大山探访古村落的视频，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